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今集我哋就嚟研究下 MBTI 16型人格中另一種好特別嘅類型 INFP。佢哋被視為最擅長逃避現實、最鍾意活喺自己世界嘅一群。對佢哋嚟講，物質慾望同權力並唔重要，反而堅持住自己嘅道德底線，完全唔俾俗世污染。咁究竟呢類罕見型嘅人格喺呢個功利嘅社會係點樣生存？或者你可能之前已經睇過唔少分析佢哋情緒表現、敏感性同埋對細節嘅執着。有啲評論甚至指出，佢哋喺職場上薪酬普遍較低，面對挫折又反應特別強烈。不過呢啲觀察大多數時間只係涉及影響佢哋自己或者近身嘅人。但如果嘗試將目光擴闊到對一個國家、對全世界，甚至對人類嘅歷史文化，我哋就會發現 INFP 呢類型人格，如果得到更好嘅理解同發揮，對社會可以帶嚟深遠嘅正面影響。相信喺呢個混亂嘅世界入邊，佢哋可能係現今最值得我哋珍惜、無可替代嘅人格類型。根據估計，全球只有4至5% 嘅人有 INFP 性格特質，當中女性佔比例超過70%，而男性就顯著較少。有研究同討論特別提到，好似喺日本同台灣呢啲最受港人喜愛嘅旅遊熱點，被視為最信得過同埋當地仲好有人情味，竟然都係 INFP 人口比例最高嘅地方。咁究竟呢個現象嘅背後係代表緊啲咩呢？要知道，日本同台灣傳統上都係好講求社會和諧、尊重他人同埋內在修養。唔少去過嘅旅客都會感受到佢哋嘅細心同樸實，留低深刻嘅印象。正因為呢種珍貴嘅價值觀同文化，更加適合同鼓勵 INFP 呢種注重自我反思同深度思考嘅人，可以好好融入並發揮佢哋嘅優勢。接落嚟，我會嘗試透過唔同層面，俾大家更深入了解 INFP 呢個性格。記住睇到最後。社會的挑戰。假如 INFP 現身處喺殘酷嘅社會入邊，通常比其他人格類型更難適應。雖然佢哋好多時顯得比身邊嘅人更聰明，能夠用理性同邏輯去解決問題，但就因為佢哋本身情緒特別豐富同敏感，再加上又有堅定嘅價值觀同道德原則，而問題又偏偏對人性有強烈好奇，於是就經常喺理想同現實間拉扯。即使佢哋可能睇到別人睇唔到嘅世界，又或者佢哋一心太過想世界變好而追求完美，尤其當佢哋見到社會上唔少人因為利益而唔顧情感、公義或者道德，對 INFP 嚟講，即使喺日常生活中保持低調同安靜，但每日都仍需要面對一大堆思緒同處理內心嘅感受。就算只係對世界靜靜發出咆哮，佢哋都會努力去適應呢個格格不入嘅世界，盡量避免傷害或者背叛任何人。社交的抉擇。由細到大， INFP 型格嘅人就好鍾意發白日夢，成日幻想同觀察周圍嘅人同事。佢哋擁有獨特嘅角度去理解事物，深刻同豐富嘅想像力。大多數時候，內向型嘅 INFP 會避開多人嘅場合，總係覺得一個人仲自在。但係如果真係要社交嘅話，佢哋都可以表現得好隨和同友善。同時，佢哋好少有批評人嘅習慣，唔會話有咩敵人，更加唔會將個人嘅情緒轉嫁俾其他人。INFP 嘅直覺力好強，對人嘅感受特別敏感。例如喺工作場合，當同事遇到困難嗰時，佢哋經常樂意幫手同提供安慰，好快可以理解當事人嘅內心諗法，提供周到同貼心嘅回應，所以成日俾人當做好可靠嘅傾訴對象。但如果調翻轉到自己有問題時，
佢哋寧願將自己收埋，一嚟好在意人哋點睇自己，二嚟總覺得呢個社會大多數嘅人都唔值得信任，而且都唔會明白佢哋嘅感受。總括嚟講，同 INFP 相處可能會有唔同嘅經驗，有啲人會覺得相處幾輕鬆，有啲人就可能會覺得佢哋收收埋埋。事實上， INFP 通常係外表冷靜、內心熱情嘅人，佢哋嘅內心世界好豐富，但往往係有苦自己知。現實與虛擬。喺現實生活中， INFP 嘅人其實都渴望過簡單啲嘅生活，但因為佢哋對情感同精神層面有強烈嘅個人價值觀，喺人生同職業方面會尋求啲更加有意義、值得奮鬥嘅目標，而唔係只追求物質或者金錢上嘅滿足。試想像，如果世界上冇咗 INFP 呢類人，或者將佢哋逼到精神臨界嘅邊緣，社會可能會變得更加功利同對抗，文化創意、藝術同人際關係嘅深度都會受到影響，連帶社會公義同和平嘅聲音都可能會減弱。雖然 INFP 呢類型人格特質並唔係以強勢或者主導性見稱，但實際上佢哋對於平衡今日呢個無法逆轉嘅時代扮演住重要嘅角色。就好似喺現實中，以下公眾人物可能被認為係典型嘅 INFP， 主要係基於對佢哋作品嘅分析同解讀作猜測。日本著名小說家村上春樹。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日本著名漫畫家井上雄彥。なんか一人の時しか本當のとこは作れないなっていう気がしてるんですよね。香港著名填詞人林夕。做一個永遠唔好傷害人嘅感情嘅人。英國最傑出詩人及劇作家莎士比亞。The fault, dear Brutus, is not in our stars, but in ourselves。甚至仲包括以下你熟悉嘅電影同電視劇角色人物。內心與挫折。無可否認，典型嘅 INFP 好多時經常會被人形容為諗得太多、過多顧慮，似乎好易俾情緒牽住走。當面對失敗或者挫折時，佢哋嘅反應可能會喺外人眼中顯得唔成比例，甚至會因為一啲小事就變得沮喪。但其實就係透過呢種深刻嘅情緒體驗，成為佢哋成長嘅重要動力。值得留意嘅係，雖然 INFP 嘅性格特質有時會引起爭議，但實際上可能係成為佢哋人生旅程嘅一大優勢。只要持續進行內心嘅對話同反思，最終都可以同自己嘅情緒和平共處。雖然呢個過程充滿挑戰，但只要善用自己天賦嘅獨特方式，佢哋就能夠喺生活探索中創造無限可能。最後，我哋無法否認，喺技術上嚟講， MBTI 16型人格只係一門偽科學。呢類性格嘅測驗目的，主要係喺唔同階段中幫助測試者發揮優勢，並了解自己性格上嘅問題，作出改善。而性格係會隨住環境同際遇而改變，所以千祈唔好過於依賴，當做參考就好啦。睇到呢度，你對呢個被外界譽為治療師或者夢想家嘅 INFP 有咩睇法？喺16型人格中，又有冇其他型格令你特別有興趣？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想法同經歷。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內容，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同分享。多謝你睇到最後。